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3580块钱一位的日本料理。为什么今天选择配音呢？第一，就是这种日式小包间它隔音很差，我怕影响到其他客人。第二点就是这种顶级的日料，我想用心去感受品尝。好啊，首先开胃菜是香香蟹配海胆鱼子酱。香香蟹其实就是紫蟹，这3种食材虽然我都单独做过视频，但配上旁边的紫苏花，看起来真的是既精致又馋人。哇，这3种食材同时放入口中，先是海胆的甘甜，鱼子酱的鲜咸，品到后期是浓郁的蟹香。这个作为开胃菜，真的是直接把我整个人都带入进去了，太好吃了。第二道是慢煮北海道鲜凤趾生蚝，勾芡过的汤汁儿，配合上葱花和精磨柚子皮，尝尝什么味道。入口的瞬间是甘甜，蚝肉非常的软嫩，甚至舍不得用力去嚼，再配合上柚子皮的清香，非常的爽口。但说实话，更多的是葱花的味道，而作为日本顶级的生蚝，并没有吃出什么特别之处。清酒很多人喜欢热着喝，而顶级的清酒我觉得更适合冰镇来喝。好啊，接下来是刺身，首先是剥皮鱼拌干酱油，银光闪闪的这个是秋刀鱼刺身，后面的是牡丹虾刺身。哇，这个剥皮鱼配合上鱼干酱和紫苏花，这个味道真的好吃到无法形容。再来一口，滑滑嫩嫩的鱼肉加上鱼干酱的醇香和紫苏独有的清香，哇，再来一口。这真的是太满足了，这应该就是幸福的感觉。最后一口，真的是有点停不下来。接下来是银色传说秋刀鱼刺身，配合上姜末葱花去腥，再蘸点酱油。肉质有嚼劲又很绵密，微微的鱼腥，但这并不是秋刀鱼的缺点。总体来说味道很特别，但是没给我什么太大的惊喜。下面是牡丹虾刺身，配合上一点点山葵、酱油，口感弹牙的同时又微微粘牙，非常鲜甜，这个真的是百吃不厌。接下来是活赤贝刺身拌醋味增，哇，吃进嘴里 Q 弹爽脆，甜香。因为赤贝和牡丹虾都是经常的吃，所以说虽然很好吃，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喜。不过真的很推荐大家自己一个人在没人打扰的环境下独自享受一次美食，真的是一点也不孤独，并且会幸福感爆棚，太舒服了。好，下面一道是炙烤扇贝刺身，用整片的海苔包裹着，一口送入嘴中。哇，第一感觉就是超级满足，但说实话味道感觉一般。接下来是寿司环节，颜色最浅的这一罐是金木雕寿司，中间上面有芝麻的是韩式鱼寿司，最后这罐上面有萝卜泥的是炙烤竹签鱼寿司。首先是金木雕寿司，醋饭微酸带甜，粒粒分明，又非常柔软。金木雕 Q 弹鲜嫩，不过没有过于复杂的味道。然后是韩式鱼寿司，哇，这个明显比金木雕脂肪更多，不过配合上醋饭，肥而不腻。最后是炙烤竹签鱼寿司，哇，可以明显的吃出炭火烟熏的味道，
并且这也是3种鱼中最为肥美的。虽然都很好吃，但说实话，目前还没有惊艳到我的菜品。接下来这个是熟成7天的金枪鱼大腹配白松露，这也是我最期待的一道料理之一。我靠，这个感觉！没有亲口尝过的人真的无法想象我为什么高兴成这个德行。这种柔软绵密的口感，加上白松露的醇香，金枪鱼的鲜香，感觉香这个形容词就是为这个味道所设计的。哇，有点上头是真的。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完美的一道料理之一啊，太惊喜了！下面这道是清酒煮千叶黑鲍鱼，配合秘制的爆干酱，这个也是我最期待的一道料理之一。哇，淡定淡定！哇，这个味道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口感的话没什么可说的，有点像杏鲍菇，但是味道简直是绝了。如果非要形容的话，就是鲍鱼味的黄油蟹蟹膏。鲍鱼的鲜在爆干酱里真的是被放大了无数倍。鲍鱼肉的话，嚼到后期非常的甘甜。接下来又是3罐寿司，粉色的是炙烤大间产野生金枪鱼大腹，红色的是同一只金枪鱼上的翅身。最后是活北极贝寿司，先从油脂含量最高的炙烤金枪鱼大腹开始品尝。哇，用一句话来形容，这罐寿司就是肥而不腻的饱满，非常好吃。然后是翅身部位的寿司，哇，吃完大腹再吃翅身，显得格外的爽口。因为翅身是金枪鱼中最瘦的部位，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最后是这个活北极贝寿司，极致的鲜美爽脆，和翅贝有点相似却又不同，好吃但不惊艳。接下来这道是和牛寿喜烧配白松露片，这也是我相当期待的一道料理。裹上打成慕斯状的鸡蛋，一口放入嘴里。我靠，这种感觉！软嫩的牛肉配合上慕斯一样的鸡蛋，入口像吃了一大口牛肉味的奶油，再配合上寿喜烧这种微甜的味道，我有点上头，有点上头。我感觉我太过浮夸了，但毫不夸张，我此时此刻真的幸福的感觉要晕过去了。这就是美食的魅力，太不可思议了。好啊，接下来是日本拍卖级的海胆寿司，直接一大口全部吃掉。哇，好满足！海胆极致的鲜甜，配合醋饭，吃完口齿留香。但说实话啊，这个跟我吃过的普通海胆相比，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好，下一道是今天的最后一罐寿司，鲜三文鱼子西京味增泽，同样一口吃掉。这个也是甜口。跟鲟鱼子酱不同的是，每一颗三文鱼子咬破后都有非常多的汁液，味道很难形容，好吃但不惊艳。接下来就是甜点了，这个是玉子烧，非常的精致漂亮。口感像蛋糕，但是鸡蛋味更浓。不算很甜，好像玉子烧就是这个味儿，没什么特别的。最后一道是甲鱼清汤，算是收尾菜。中间圆圆的这个是甲鱼肉捏的肉丸，旁边是菊花和香菜，看起来非常的清爽。这个汤也是鲜甜口味的，
非常的鲜，但是甲鱼肉吃起来有点像鸡胸肉，而且还有点老。不过这个作为收尾，这碗汤我感觉却恰到好处。最后的最后就是水果了，依次是梨、柿子和蜜瓜，还有一片不知道为何会在冬天出现的红叶。好啊，水果就不多描述了。最后做个总结的话，就是今天3道最惊艳的料理就是金枪鱼白松露、千叶黑鲍鱼配爆干酱和和牛寿喜烧白松露。我感觉3580块钱能品尝到这3道料理就真的不亏了。当然啊，这绝对不是什么推广，只是因为我想把我见到的一些自己觉得值得分享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大家没机会品尝的话，也可以图个乐。当然了，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的话，可以点个赞。如果大家爱看这样的分享，我会继续找机会做下去，把一些大家平时不容易吃到的料理分享给大家。好啊，水果也吃得差不多了，我们下期再见。